我叫沈之微，生父顾明远，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。不仅骗走了外祖父的独门医术回春13针，还骗我娘等他考上太医署，就来接我娘回家。可他一拿到秘籍，船就去攀附金冠之女柳氏，靠着我沈家的针法，他一跃成为了人人敬仰的太医署院士。我娘怀着我千里寻夫，却被他乱棍赶走。我娘含恨病逝，临终前将残存的13针秘方，还有她与顾明远的婚书，一同交给了我。如今，我凭借沈家医术考进了这太医署，坐上女医正之位，成了署里最年轻的女医主官。顾家欠我们的，我一定会让他们百倍奉还。今日太医署新一届医官中考，由我全权主持监考。本次中考的科目是现场为病人施诊，凡有舞弊者，即刻革除考试资格，永不录用。看好了，这便是我们顾家的家传绝学——回春13针。我沈家的回春13针，什么时候成顾家的家传绝学了？这就是顾明远和柳氏的女儿。住手！你干什么？耽误了本小姐通过中考，你担待得起吗？你情气不足，强行通脉，此乃医家大忌。众穴巨阙一旦受损，不出半刻，此人必将心脉爆裂而亡。你胡说！我这针法是家传的，怎么可能有错？你口口声声家传绝学，却连最基本的行气通脉都分不清，你不是行医，是在杀人。医者救命！我胸口疼，喘不上气。我爹乃是当朝太医署院士顾明远，他的回春13针出神入化，全天下谁人不知？你一个医正，也配对顾家针法指手画脚？我看你分明是嫉妒本小姐的家世，故意在中考刁难。天哪，沈医正疯了吧？这哪是质疑顾家针法，分明是质疑顾院士。那可是顾大小姐，得罪了她，还能在京城混下去？心浮气躁，强用劣针，置病患生死于不顾。此等医德医术，不配入太医署。顾明珠，本届医正中考，落地。沈之微，你不过一个小小医正，逞什么官位？敢抛我落子？信不信我爹一句话，就能让你在京城无立足之地？这里是太医署，太医署行医只问针法，不问出身。别说你只是院早之女，今日就算是你爹亲自来考，不合格也得给我出去。好，你给我等着！你给我站住！考核已毕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沈之微是吧？你别以为当了个女医正就能在京城耀武扬威，我爹一句话就能让你滚出京城，得罪了我顾家，我让你连个街头药女都做不成。真是白瞎了我沈家的回春13针。顾明珠，你与其在这里像个疯妇般叫嚣，不如回去重新学学你的回春13针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自诩精通回春13针，可你刚才施针时偏离了足足半寸，再深1分便是死穴。若不是我当场喝止，那病患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。你真的懂医术吗？你胡说！你一个乡野出身的贱婢，懂什么顾家的家传针法？小翠，我们走。家传针法，顾明珠，你连偷来的东西都学不会，真是可笑。沈医正，你可真是糊涂啊！那可是顾院士的掌上明珠，你当众判他落考，这不是自断生路吗？是啊，沈医正，顾院士在太医署只手遮天，朝中无数权贵都上赶着巴结他。你听我句劝，趁着路测还没封，赶紧改成通过吧。你糊涂啊！疯了，真是疯了！
封了路册，你这是在自寻死路！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，你自己好自为之吧。哎呀，该谁死还不一定呢。沈一正，我们家夫人有请。有事请我，我还没登门去拜会，他们倒先主动找上门来了。天光大亮，太医署门前，顾府如此大张旗鼓的围堵，是当大齐王法不存在吗？沈一正，在京城，顾院使的话就是医界的王法，劝您识相点儿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好啊，我也正想去瞧瞧这只手遮天的顾府究竟有多大的能耐。带路。保养的真是好啊，踩着我沈家的尸骨享了20年福，这双手倒是半点风霜都没沾过。可是我娘，沈一正，请坐吧。顾夫人今日请我来，不知所谓何事。沈一正，我今日找你来是想和你谈谈明珠的事。我的明珠自小身子弱，为了这次考评，不知花了多少心血。今日她不过是一时紧张，落错了一针。只要你把路册上的不合格改成通过，这金条就全归你。太医署中考考的是医术，不是家事。顾明珠行针时偏离了半寸，若是在病人身上，这一针下去，人就已经没命了。莫非在顾夫人的心里，这也叫一时紧张的小错？明珠的回春13针是我家老爷亲手教出来的，他怎么可能会错？回春13针确实精妙，可惜顾明珠学了个四不像，她连拿针的手都稳不住，不过是东施效颦罢了。放肆！你不过是个乡野出身的贱籍医女，竟敢妄议我顾家的传家绝学！沈志威，你别以为当了个女医正就只手遮天了，在这京城，我家老爷能让你生也能让你死。行医考核只论医术不论家制，我不管顾明珠父亲是谁，路册已封，顾明珠她没有机会了。沈志威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你这种人我见多了，不过是个靠狐媚手段才爬上位的贱人，不然太医署更是男子居多，你怎会成为医正？顾夫人，但凡女子有所成就，就归为狐媚手段，你可真叫我开眼！无凭无据污蔑朝廷医官，按律掌嘴50，您看是我来，还是您亲自动手？区区4品医官也敢在我面前撒野，你真以为凭你一个小小的医正能跟我们顾家斗？考核结果已经封印上报，神仙难改。顾夫人，省省力气吧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来人，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贱人给我拿下！今天不把考核结果给本夫人改了，你就别想走出这间房。关门，动刑！御赐赤铜掌印在此，见此印，如见圣上。谁敢动我？这是圣上御赐的监察赤铜印。顾夫人，你今日若敢动我，便是抗旨不遵，等同谋反。你要拿顾家9族的性命来赌我的命啊！
你怎么会有这枚印章？自然是给圣上办事，圣上御赐的。顾夫人，现在我可以走了吗？沈知微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我们走着瞧。确实要走着瞧，顾家欠我的血债，我要一笔一笔慢慢算。沈知微，你可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！张院判，何事动怒？你还在这里装糊涂！顾夫人今日已经闹到了本官这里，你当众落顾明珠的面子，就是打顾院使的脸，你这是要翻天吗？现在本官命令你，立刻将这考核录册开封，改判顾明珠通过，补纳入册。张院判，顾明珠依理不通，若是强行放入太医署任职，这是拿人命开玩笑。放肆！你不肯动手，本官今日便亲自替你改了这录册。张院判三思。这本录册已经打上封泥，登记入档。按照大齐规制，录册一旦封印，除了圣上亲查，任何人不得私自更改。院判大人若是今日强行撕毁封泥，篡改结果，便是欺君罔上，要抄家灭族的。你竟敢拿这种话来压本官！沈知微，你简直是不知好歹，自寻死路！顾明远，顾院使，那可是在圣上面前的红人，更是你惹不起的人。只要动一动手指头，就能让你我在这京城死无葬身之地。大人不必担心，下官不会让大人为难，下官会主动约顾院使当面沟通此事，绝不连累大人。哼，算你还识相。记住，你只有3天时间，若办不妥，休怪本官翻脸无情。顾家家大业大，正面硬碰绝非上策。既然如此，倒不如将计就计。去顾府递到顾院使手里，就说是我想和他聊聊顾明珠的事，约他在城南茶品一叙。顾明远，我倒要看看你顶着偷来的名声风光了20年，如今还能风光到几时？顾明远，20年了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当年你抛妻弃女，怕是根本认不出我是你女儿吧？沈一正，坐，尝尝这刚下的新茶。本官已经查过你的底下了，你从岭南那等偏远蛮荒之地一路考进京城太医司，实属不易。其实本官年轻时也曾流落岭南，算起来本官也算半个岭南人。半个岭南人？你若还记着岭南，又怎会不认识我这张与我娘有7分相似的脸？沈一正，年轻人有真本事是好事，只要你在那考核录册上动动笔，判本官的女儿明珠通过，本官保你平步青云。你想要的前程、名声，甚至你这辈子在京城都得不到的通天富贵，本官一句话都能给你。沈一正笑什么？顾大人的千金在考核中连药理都辨不明，我身为太医医署主考，岂能徇私？顾院使，有一事我想知道，您那名震天下的回春13针究竟是从何处学来的？自是家传。沈一正，你对我们家回春13针很有兴趣吗？偷来的秘术也配称家传？好一个冠冕堂皇的顾明远，说谎说了这么久，恐怕连自己都信了。年轻人有锐气是好事，
可别聪明反被聪明误。京城这地方不是光靠点小聪明就能站稳脚跟的。说吧，你要怎样才能通过明珠的考核？忘记告诉顾大人了，我在进来之前已经将医政录用名单叫人贴出去了，里面没有顾明珠。沈知微，本官今日愿会见你，是给你脸。既然你给脸不要脸，非要把自己的路给走死了，那就别怪本官下手无情。顾大人尽管放马过来，大齐义医署还不是顾家的一言堂。是不是一言堂，你很快就会知道。想拦我女儿的路，不自量力！我不自量力，那我们就来试试。顾明远，我等着你情绪失控动用私权的那天，届时便是抓住你把柄让你身败名裂的最好时机。女医正沈知微扰乱甄选秩序，即日起革去所有职务。这沈知微前几天刚判了顾大小姐落口，今天就被革职了。什么呀？我听人说这沈知微年纪轻轻能当上医正，全靠旁门左道的狐媚手段。对，听说他这次是挟私报复顾院使的掌上明珠，这才被顾院使亲自揭穿了真面目。果然上钩了。先安顿在这儿吧，顾家的事另做打算。哟，这不是我们明镇太医署的沈大医正吗？怎么落魄到在这破医馆里待着了？我家小姐心善，特来看看你。失去一切的滋味不好受吧？沈知微，本小姐早就说过，得罪了顾家，我让你在京城连一口饭都吃不到。顾明珠，抢来的位置你坐得安稳吗？怎么不安稳？本小姐明天就顶替你的位置入职太医署，而你只配在这破医馆里苟延残喘。蠢货！知微，你怎么还跟他们硬碰硬啊？听我一句劝，去顾府给顾院师磕头认个错吧。你一个岭南来的孤女，能走到今天容易吗？何必呢？认错？我有什么错？李兄，事到如今，我有件事想请你帮我。太医族里也就你还存着几分公道，我信得过你。什么事？你尽管说，能帮的我肯定帮。3日后便是顾院使的60寿诞，顾家必然大宴宾客，满京权贵都会上门道贺。这个我知道，你要我帮的忙，难道和顾院使有关？我要你帮我暗中散播一则消息，就说顾明珠尽得顾院使真传，回春13针已炼制第7针，尤其擅长根治心脉沉喝，昔日多少名医束手的救急，他一针便能见效。他才把你害成这样，你还要帮他扬名？你是不是疯了？这不是长他人痼气吗？你只管消息散出去，尤其要想办法传到永宁长公主府的人耳朵里。难道你要？好，我这就去办。顾家偷了我沈家20年的人生，欠了我娘一辈子的血债，这笔账也该还了。顾院使，今日您60寿诞，真乃幸临盛世。诸位谬赞了，顾某不过是尽了医者本分。听闻顾大小姐已经进入太医局，年纪轻轻，前程不可限量啊！还有顾家那回春13针后继有人了。我家明珠自幼随老爷学习针法，假以时日，定能传承顾家衣钵。诸位叔伯，这回春13针讲究的是以气御针，明珠不才，如今已能熟练运用前5针，不过寻常病治也能针到病除。顾大小姐真乃世间女子表率，有此神迹，顾家当真万世昌荣啊！永宁长公主驾到！臣顾明远叩长公主殿下，多谢殿下亲临顾府，顾府上下蓬荜生辉。顾院使免礼，本宫听闻今日是你寿宴，特来送上一尊白玉观音，贺你寿辰。臣惶恐，多谢长公主恩典。近日京中盛传，顾大小姐尽得回春13针真传，尤其擅长根治心脉沉疴。本宫这心疾缠了10余年，无法断根。今日本宫前来，便是想请令千金替本宫诊视一番，若真能见效，本宫自有重赏。殿下谬赞，小女不过学了点皮毛，哪敢在殿下面前班门弄斧。哦，可坊间都说顾小姐针法神乎其神，
难道是以讹传讹？长公主，坊间传言虽有夸大，但小女随父学针多年，寻常心疾还是有几分把握的。殿下若信得过，小女愿为殿下施针调理。正是，明珠这孩子最是稳妥，殿下尽可放心。糟了，殿下这是发病了！不好，这是心脉闭阻，需立刻施展回春13针中的定心针。那还等什么？顾院使，快施针啊！本官今日多饮了几杯酒，指力不稳。明珠，你来替殿下施针。父亲，这定心针非同小可，女儿才学到第5针，这第6针万一……顾院使，你们父女刚才还自吹自擂，现在长公主命在旦夕，你们是想害死长公主吗？明珠，这可是你在长公主面前立功的大好机会，成了你就是郡主待遇，快动手啊！顾明远，你们顾家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用半吊子针法草菅人命，谋害长公主！请给老臣一点时间，一定能把长公主救回来，一定能。林御医，随我来。林老弟，你方才也瞧见了，现在针法逆行，长公主危在旦夕，你可有办法救治？顾兄，那定心针出了一丝偏差，便是催命的毒药。如今长公主心脉尽碎，老夫无能为力呀。完了，长公主若死在顾府，圣上震怒，我顾家定会被抄家灭族啊！或许还有一个办法。城南玄济堂坐堂的女大夫沈之薇，曾用神乎其神的针法救活了垂死之人，她或许能就此危局。沈之薇，那个被赶出太医署的丫头，本官堂堂太医署院使怎能去求她？传出去，本官颜面何存？顾兄，面子重要，还是你顾家九族的性命重要？再迟一炷香，长公主就没命了。顾中，滚进来！你立刻带上库房里的百年人参去城南玄济堂，务必把那沈之薇给我请到顾府来。如果他不肯来，绑也给我绑过来。是，小人这就去。娘，那个永宁长公主眼看着就要断气了，要是死在咱们家里，我怎么办啊？慌什么？你爹肯定有办法。沈之薇，她怎么会在这里？谁放她进来的？一个被革职的医官，也配进我顾府的大门？识相的立刻滚出去！顾大小姐，是你爹亲自派人请我来救长公主的。如果你不欢迎，我可以走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少在这里摆谱！顾夫人，长公主若死在顾府，顾家满门抄斩。你们确定要拦我？回头圣上降罪，可别说是我见死不救。还不带路？沈之薇，你听好了，待会儿施针，你必须对外环称是在我这个太医署院使的指导下行针的。顾大人，人还没救回来呢，现在就贪功劳，是不是太早了？你，哼！只要你听话，本官保你荣华富贵。爹，你为何要把他叫来？他一个被太医署革职的废物，懂什么医术？他就是来看我们顾家笑话的，让他滚出去！老爷，你糊涂啊！长公主金枝玉叶，怎能让这种卑贱之人碰？万一他存心报复，故意加重长公主的病情，我们顾家百口莫辩啊！胡闹！你最好真有本事，若是救不回长公主，不用别人动手，本官第一个让你给长公主陪葬。一群蠢货！
这是什么？放肆！长公主命在旦夕，耽误了救治，你们顾家10个脑袋都不够砍。再敢上前一步，本宫先斩了你！装模作样罢了，我看他根本什么都不会。顾明远，你骗取我沈家绝学孤明钓玉，今日我便要你好好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回春13针。希望你别太惊讶。这是回春13针。这是回春13针，这丫头怎么会这套针法？她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殿下，本宫这是怎么了？长公主殿下，您终于醒了。微臣方才用尽毕生所学，指导这丫头行针，总算将殿下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沈知微，还不快给长公主跪下！顾明远，你当本宫是眼睛瞎还是耳朵聋？本宫虽不能动，但意识尚存。方才是这位姑娘施针救命，与你何干？刚才分明是这位沈知微姑娘顶着你们的阻拦行针救命，是与你顾明远。本宫只听到你那好女儿顾明珠差点一针要了本宫的命。微臣该死，殿下息怒。沈知微，你救了本宫的命，本宫向来赏罚分明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赏赐？金银珠宝，还是高官厚禄？长公主，民女不要金银。听闻顾大人的明远医案里记载了许多医术，民女斗胆，想借长公主的金口，求一个进入顾家藏书阁观摩明远医案的机会。顾明远如此自大之人，定会将偷来的针法尽数写进明远医案。藏书阁里必然藏着证据。不行，藏书阁乃顾家重地，里面藏着许多未曾公开的祖传秘方，岂能容外人随意窥探？放肆！本宫的命难道比不上你几本破医案？沈姑娘，本宫准了，今日内顾家藏书阁任你出入。顾明远，你若敢拦，便是对本宫不敬。民女谢长公主成全。一字不差，连当年外祖父写错又涂改的一处药理瑕疵，你都一字不差地抄了进来。顾明远，你欺世盗名20年，这便是你所谓的自创医案。这声音，这层书架的声音不太对，莫非有暗层？是我娘的婚书，还有我外祖父传给娘亲的家传玉牌。顾明远，你嘴上说我娘是乡野粗妇，不配登门，私底下却把这婚书玉牌藏得这么深，莫非你是怕我娘的冤魂来找你不成？沈知微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顾院使何出此言？长公主亲口应允，特许我入阁观阅医案，我不过遵旨行事，何来胆大一说？关于医案，我看你是借机偷盗顾家宝物。方才我听闻你在阁中翻查不止，速速交出你私藏之物，否则休怪我立刻将你拿下，送交官府治罪。偷盗？顾院士倒是说笑了，这里有什么值得我偷的东西？来人，他身上藏了我顾家秘药，立刻给我搜身！你再走一步试试。沈知微，偷盗我府上重宝，今日就算死在这里，官府也挑不出我半点错。我死在这里，长公主该怎么想顾大人？大人别忘了，
我现在可是长公主的救命恩人。那又如何？你私自闯入我顾府禁地，偷窃宝物，护卫失手将你拿下，不慎伤命，那是你咎由自取，与老夫何干？顾大人说得轻巧，长公主尚未痊愈，我要是死了，顾大人有把握治好长公主吗？别又像今天一样给长公主治吐血了，到时候怕是还要下địa府请我上来。你长公主若有万一，圣上震怒，顾大人猜您这太医院院判的位置还能坐几天？你整个顾家够不够给长公主陪葬？沈之薇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亏欠我娘的，我要你千倍百倍悉数奉还。很简单，我要你明天亲自去城南玄济堂，在百姓面前请我回太医署，公开恢复我的官职和名誉。你让老夫去请你？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那顾大人就准备好9族的人头，给长公主陪葬吧。哎，听说了吗？今儿个太医署的大官要亲自来这小医馆请人呢。可不是嘛，就是前几天被革职的沈女医，听说医术高超，连长公主的命都是她救回来的。让开，都让开！顾院使的路你们也敢拦？当年娘苦苦等待，却只等来了你的背叛。如今，你也有这个时候。沈一正，日前太医署对你扰乱考绩的判罚，乃是下属办事疏忽，多有偏颇，革章高是即刻作废。本官今日亲自请你重回太医署，复任女医正之职。天哪！原来真的是太医署颠倒黑白，冤枉好人啊！呸！什么名门医府，还不是仗势欺人？不过是岭南来的卑贱货色，也敢蹬鼻子上脸，让我爹当街给你低头。沈之薇，你猖狂不了几日，我定会让你生不如死。既然顾大人亲自澄清，知薇自然不能驳了顾大人的面子。今日下午，知薇便回太医署消报当值。如此，本官在太医署恭候沈一正。好戏才刚刚开场。哟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沈一正。巧了，今日我也正式入职太医署，往后咱们就是同僚了。这破地方窄得很，沈一正可得把东西报好了，免得哪天又被扫地出门。我说今天这长廊上怎么有股浮躁之气？原来是顾大小姐靠父亲得来的医正之位，坐得舒服吗？丢人啊！堂堂院士卿阶，居然没考过中考。沈之薇，你生气什么？要不是我爹，你现在还在那破医馆里捡烂药。太医署规制，见主官需躬身行礼，你冲撞主官，损毁公文，按律掌嘴20，罚俸3月。要我现在传行宪房的人来吗？你敢吗？我爹是顾明远，在太医署，本官只认规矩，不认兵。你若不服，尽管去叫顾院士来，看看他是不是要当众教教你什么叫国法公理。沈之薇，你给我等着！诸位，沈一正自打复职以来，办事勤勉，前几日更是妙手回春，连长公主殿下都对他的针法赞不绝口。我大齐太医署如此人才，实乃国之大幸啊！院士大人过誉了，身为医者，此乃分内之事。顾院士，既然沈一正医术如此超群，眼下正有一桩极为棘手的差事，非沈一正莫属。后宫各院娘娘近日春困体虚，尤其是景仁宫的齐妃娘娘，多年头风顽疾发作，脾气暴躁，砸了太医署好几个方子。沈一正，这景仁宫的请脉失真，
往后就全交由你负责了。齐妃娘娘可是出了名的难伺候，治不好是要掉脑袋的。沈一正啊，此差事确实不易。这样吧，让明珠以副手的身份跟着你结伴，她虽医术不及你，但也能替你打个下手。一唱一和，表面捧杀，暗地里给我设死局，还安插个眼线来盯着我。下官遵命。能为齐妃娘娘分忧，亦是知微的福气。顾一正，那往后便辛苦你跟着我打这个下手了。是，属下遵命。等等，沈一正，你方子里用了30附子，附子大毒，治齐妃娘娘的头风用这么猛的药，出了事你担得起吗？顾一正，附子虽有毒，但齐妃娘娘的头风乃是陈年寒邪入骨所致，不用狠药打通经络，寻常温吞的方子如何见效？那也用不着3钱，只需半钱大毒之物吊着药性，再配以回春针法温养即可。你分明是用药无方，草菅人命。顾一正，回去把《伤寒论》第3卷第12页背上100遍，书上白纸黑字写着寒邪深入，非重度不可破。半钱附子，那和给娘娘喂温水有什么区别？本官开的每一剂药，皆可供太医署上层随时查验。顾一正若有异议，尽管绑这方子拿去给院判大人瞧。哎，你刚才瞧见没有？那顾大小姐可是顾院士的闺女，天天跟着沈一正后面挑字，结果每次都被沈一正用药点顶得连话都说不出去。嗨，什么杏林世家？我看这顾大小姐的医术啊，全是靠她爹的名头撑起来的纸糊灯笼。真论起真本事，比起沈一正差了可不止1星半点儿。可不是嘛，这几天沈一正给齐妃娘娘施针，娘娘的头风当场就好了大半，连赏赐都送去职房了。这没本事的跟有本事的凑一块，真是一眼就能瞧出来。沈知微，你这个贱人，抢了我的风头，还让我成了整个太医族的笑柄，我一定要撕烂你这张脸。小德子，这是丽嫔娘娘今日的续服药剂，本官去偏殿给齐妃娘娘复诊，你按方抓药，切不可出差错。沈一正放心，奴才晓得。怎么这个时候肚子疼？丽嫔娘娘对大黄过敏，沾之即会浑身起疹，看你沈知远要怎么交差。顾明珠，你自己撞上来的，可别怪我。沈知微，丽嫔娘娘刚刚喝了你送去的药，不到半刻钟便浑身起红疹，险些闭气，你可知罪？沈一正，你平日里自诩医术高超，怎么连丽妃娘娘忌用大黄这种小事都忘了？顾一正，本官何时在方子里写过大黄？还敢狡辩！丽嫔娘娘的药渣就在这儿，太医署谁不知道？药方是你亲自开的，药也是你的人盯着熬的。本官做事向来求一个稳字，这是本官今日开出的药方底单，上面有御药房的朱红收地印，这是本官在抓药时特意留存的1成药材样本。诸位同僚，太医署行医规矩，凡贵人所用之药，皆需留量备查。这样本里确实只有潘贝和桔梗，无大黄。药方无大黄，流量无大黄，可这熬出来的药罐里却平白多出了3年大黄。顾一正，这药在御药房熬制期间，有谁进来过？不如问问值守太监。小德子，本官走后，有谁碰过药罐？欺瞒主官，毒害嫔妃，那是要剥皮抽筋的。沈一正饶命，是顾一准。奴才方才内急，远远瞧见顾一准鬼鬼祟祟在药罐前捣鼓，奴才不敢多问啊。你血口喷人，一个奴才的话怎能作数？不作数。李兄，去那柴堆里翻翻，看看顾一正刚才藏了什么。现在只辖去御药房查今日的领药底册，看看是谁额外领了这包大黄，是谁在背后捣鬼，一查便知。顾一正，御药房说今日只有你额外领了大黄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不是我，是有人栽赃。哎呀，许是顾一正年少粗心，拿错了药包也未可知，都是同属当差的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没必要闹得这么难看。今日他能私换丽嫔的药材，明日就能换太后的汤药。今日若轻饶了，往后人人都敢私换公药药材，出了人命，这个责任是院判大人担，还是顾院使担？
顾一正，私换药材确实不合规矩，依我看，罚你半年俸禄，去典籍阁抄录医书1月，闭门思过。这事儿就到此为止，你可有异议？我认罚。你这次可是把顾明珠得罪狠了，往后可得小心点。他们父女俩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既然敢接下这差事，就没怕过他们。蠢货！我好不容易顶着压力把你栽进太医署，你却去御药房下毒，还让沈知微抓了现行。老爷，明珠也是一时糊涂，现在太医主里都在传这事儿，您可得想法子压下来啊！压！我已经让张院成改了底律，对外只说是底下抓药的太监粗心弄混了药材，但太医主上下不是瞎子。这个月你给我夹起尾巴做事人，别再惹出什么乱子。沈知微，你让我成了整个太医怪的笑柄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小姐，这可是寿康郡主啊！今日郡主特意召唤小姐过来施诊，若是治好了她，太医主那些嚼舌根的人都得闭嘴。哼，郡主不过是近日体虚，这种气血亏虚的寻常病症，本小姐3副药下去就能让她神清气爽。郡主殿下放心，您不过是近日忧思过度，气血两摧，导致经脉有些滞涩。臣女这就给您开一副温补的人参养荣汤，保证药到病除。李嬷嬷，本官今日轮值巡诊，按例核查寿康郡主宫中的用药病案，还请将近日的诊脉记录与药方呈上一观。且慢，郡主脉象偏沉，内里寒邪未散，这方子全是温补燥热之品，若强行服下去，不仅无法补身，反而会逼得寒邪内闭，寒热相冲，恐有性命之忧。沈知微，你敢在这里胡言乱语！你不过是嫉妒我能得郡主传唤，故意危言耸听，想抢我的功劳。郡主殿下，您别听他的，他平日里就爱用那些偏门左道哗众取宠。臣女这温补药方有古籍可循，最为稳妥。既然如此，便依顾一正的方子去煎药吧。既然郡主与顾一正执意如此，那知微便不打扰了。寿康郡主体内的寒凝之质堆淡愈深，1个时辰内必被经脉逆行，吐血昏厥。顾明珠，等药喝下去，希望你还能笑得出来。郡主您醒醒啊！来人啊！快传太医！寒凝内闭，经脉逆行，那株百年山参热性太猛，与郡主体内的饥寒相彻的大凶之兆啊！药力已经入骨，本官无能为力呀。张大人，这不关我的事。昨日沈知微也来过郡主宫中，还动过我的药方，定是沈知微嫉妒我能为郡主治病，在药里暗中动了手脚。顾明珠，昨日沈知微明明当众提醒过你，郡主乃是真家大热之症，万万不可用大热的人参，是你不听劝阻，一意孤行。如今出了事，你倒想倒打一耙？都什么时候了还吵？要是郡主有个3长2短，咱们整个太医府都要陪葬。张大人，沈知微擅长心脉奇病，上次长公主危在旦夕，便是沈知微救回来的。眼下只有请沈知微来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那还不快去请沈知微！沈知微，你还敢来？都是你害了郡主！滚开！寒邪已被燥热之药逼入心脉，再晚一刻，大罗神仙也难救。郡主，您终于醒了，吓死奴婢了。我心口不疼了。郡主体内寒邪已被针灸逼出，臣女这便重新拟一方驱寒温脉的方子，调理3日便可痊愈。多谢沈医正救命之恩。至于顾医正，简直医术不精。若非沈医正，本郡主今日便被你那人参汤生生毒死了。没有金刚钻，偏揽瓷器活，差点害死贵人，真是丢尽了太医署的脸。可不是嘛，亏顾明珠还是院士千金，这医术比起沈医正，真是一个在天，一个在地。不，怎么会这样？我的方子明明没有错。要杀便杀，我们不过是道上见财起意、流窜入京的盗匪，落到你手里，算我们栽了。我们就是想弄点银钱花花。
见财起意。你们潜入时身手敏捷，不走正门，连指尖都长期握刀磨出的老茧。京城真有这般身手的道府？我这针不杀人，但若刺入这膝弯的麻筋穴，只需轻轻一拧，穴位坏死，你这双腿便再也使不上力，这辈子都只能当个爬行的废人。废了武功，我再将你们送去大理寺，按匪类入室行凶定罪。没有顾家的庇佑，少说也是10年牢狱。你们觉得顾明远会大发慈悲，去大牢里救3个废人吗？不行！我说是顾府的管家找上我们的。老实点！管家给了我们每人500两定金，让我们务必将你斩草除根，伪装成流民劫杀。我怀里还有顾府管家给的通行令牌和500两银票。签字画押。大小姐，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铁证如山，咱们为何不立刻报官，直接定那顾老贼的罪？仅仅凭着这几个江湖刺客的供词，顾明言大可推脱是管家私相授受，他自己全然不知。顾明远以为他能只手遮天，却不知水满则溢。他递给我的这把刀，足够送他上断头台。天亮了，陈伯，随我带上这些东西，去求见长公主。老奴领命。大小姐谋虑深远，老奴这就备马，咱们即刻动身去长公主府。放肆！顾明远不过是一个太医署院使，竟敢在天子脚下买凶杀人，真当大齐律法是摆设吗？长公主息怒，这是昨夜那3名死士画押的供词，以及从他们身上搜出的顾府铁证。你现在就随本宫进宫面圣，本宫倒要看看，在这些铁证面前，顾老贼还怎么狡辩？长公主且慢，顾明远既然敢动手，定然早已做好了撇清的准备。若我们此时贸然进宫，逼得太紧，他完全可以推说是府内管家私相授受，甚至反咬一口，指责臣女栽赃陷害。那依你的意思，难道就任由他这么糊弄过去？不，臣女请长公主单独入宫，只将这些物证呈给陛下。陛下最忌讳臣子私养死士，私通江湖匪类。我们只需让陛下看到这些证据，在陛下心里埋下一颗猜忌的种子。一旦陛下起了疑心，顾明远即便全身而退，也再难得圣幸。好一个以退为进！你这丫头，心思竟比那些朝堂老狐狸还要深沉。本宫这便被叫入宫。皇兄，沈一正、沈之威乃是太医署功臣，先前为您调理龙体立下大功，如今却在京城险些丧命。若非他早有防备，今日臣妹呈给皇兄的，怕就是一具尸首了。顾府，哼，顾明远的手伸的倒是越来越长了。顾院使德高望重，臣妹也不信他会做出这种事。或许真是他管教不严，底下人私相授受也未可知。臣妹不敢妄言，一切凭皇兄裁夺。传朕旨意，明日你亲自去一趟太医署传朕口谕，给朕敲打敲打这位顾院士。老奴领命。臣太医署院使顾明远恭迎圣上口谕，传陛下口谕：太医署乃大齐医术正统之所，院使顾明远治家无方，管束府中下人不力，其心腹管家竟私通江湖匪类，行迹鬼祟，险酿大祸。着顾明远闭门自省1月，罚俸半年。朕再赐你一句话：为臣者当修心正行，莫行旁门左道。臣领旨谢恩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哼。顾大人，这管家私通匪类一事，您可得保重身体呀。本官无碍。沈之威，此仇不报，我顾明远誓不为人。沈一正，你可听说，刚才御前内侍官当众宣读口谕，把顾明远训斥得体无完肤，还罚俸闭门。朝廷法度严明，
做错事的恶魔自然该罚。顾大人管教不严，受罚也是情理之中。如今整个太医署都在议论，说顾大人的圣冠怕是彻底动摇了。沈之威，你以为使这些下三滥的手段，就能动摇本官在太医署20年的根基吗？顾大人，下三滥这3个字，您还是留给自己用吧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太后娘娘竟然钦点你们2人担任此次医官考绩的主考官。太后娘娘体恤医官不易，特令臣女与刘太医共担此政，务必做到公平公正。顾大人，您身为院使，对太后娘娘的旨意可是有什么异议？本官自然无异议。医官考绩关乎大齐百姓性命，由沈医正和刘太医把关，本官也放心得很。那臣女这便与刘太医去整理考卷，不打扰顾大人休养了。爹，女儿听说这次考医的主考换成了沈之威那个贱人，那女儿的考绩怎么办？不合格就没法留在太医局了。慌什么？这是提前拟好的笔试考题，你回去立刻给我背熟了，一个字儿都不准错。多谢爹，有了这个，笔试女儿定能拿个甲等。可是，那实操考核怎么办？那沈之威身为副主考，肯定会盯着女儿。哼，实操考核无非是那些寻常的变药与失真，有爹在，沈之威翻不出什么浪花。只要你笔试拿了头筹，谅他也不敢在实操上故意刁难你。沈医正，依老夫看，顾明远那老狐狸定会暗中将笔试题目泄露给顾明珠，咱们若不防备，只怕会让他们钻了空子。笔试题他能泄露，但实操的题目他却做不了主。刘大人，这次实操的核心考题便设为3阴逆脉症失真救治。3阴逆脉，这病症诡谲，失真极其考验刑期法门。不错，这正是顾明远的软肋，更是顾明珠的死穴。顾家偷了我们沈家回春13针的名声这么久，这次我要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名正言顺地把顾明珠踢出太医主。明珠姐，这次3年1度的考绩，大家伙儿都急得直上火，唯独您瞧着气定神闲，定是早已成竹在心了吧？不过是区区一场考绩罢了。我顾家的回春13针名震大齐，有家传针法傍身，这考核对我而言不过是走个过程。那是自然，顾院使名冠京城，明珠姐家学渊源，这次甲等非您莫属，日后升迁更是指日可待啊。某些人别以为当了主考官就能翻天，我顾明珠这次就要拿个第一，看他还有什么话说。沈医正还在忙碌呢，这考绩在即，实操考核的题库可都准备妥当了。多谢顾大人关怀，实操考题与考核标准，臣女已按太医署规定全部封存，待到考绩当日，大殿之上才会当众拆封。沈医正，本官身为院使，对考绩内容理应有知情之权。你如此防范，莫不是信不过本官，还是想在题目里掺杂私误？顾大人多虑了，太后娘娘钦点臣女为主考，特意叮嘱要严防泄题，以示公正。臣女不过是按规矩办事。好一个按规矩办事！哼，那本官就等着看沈医正能考出个什么名堂来。顾明远，你等着看顾明珠怎么被我赶出去的吧。考绩笔试现在开始。考官，我写完了，交卷。答得不错，准备实操考核吧。太医署考级实操考题：3阴逆脉症失真救治，请考生移归失真。
逆脉。任主考，此题是否有些过于生僻？医官考核出此等刁钻病症，怕是不合规矩吧？顾大人此言差矣。大齐太医署考绩律第1条便写明，凡太医署医官须通晓天下奇难杂症。三阴逆脉虽生僻，却并非无迹可寻。况且，此题已经刘太医联名签署，更在封存前呈递内廷报备。顾大人若觉得不合规矩，是要质疑太后娘娘的裁夺，还是觉得顾家的千金治不好这个病呢？该死！三阴逆脉需要回春13针、第7针往后的星期发门，珠儿只背下了前6针，后面根本一窍不通。沈知微这是要当众断了珠儿的生路。考！启禀考官，三阴逆脉当以温针行气，先护心脉，后通三阴。弟子施针完毕。辩证思路无误，虽行针力度稍切，但守正求稳，可列乙等。下一名，顾明柱。顾姑娘，考核限时1炷香，你已耽搁了半刻钟，若再不下针，便视作弃考。不管了，不过是一个穴位，拼一把，只要蒙对了，我就是太医署第1女医官。沈知微，你干什么？你凭什么干扰我考核？干扰你？若我不拦着，你这一针下去，便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草菅人命。三阴逆脉，气血逆行。顾明珠这一针，取效偏差近1寸，直冲心脏死穴，且行气力道毫无保留。这一针若是扎在活人身上，瞬息之间便能让人心脉震碎，当场暴毙。你胡说！这是我顾家的家传针法，我爹爹行医20年，从未错过，怎么可能会杀人？你分明是公报私仇，故意免黑我顾家。爹，你快说话！您告诉他们，女儿用的就是咱们顾家的独门绝技，是沈知微在陷害女儿。大齐太医署3年考绩已毕，现宣读评定结果。路人甲合格，引人炉合格，顾明珠不合格。依大齐太医署医官考绩律第3条，考绩不合格者，即日起除去医官资格，革除1级。那可是院士顾明远大人的千金啊！沈医正竟真的一点面子也不给。我不服！沈知微，你这是挟私报复！你嫉妒我是顾家的嫡女，故意出这种偏门题来害我！爹，你快把他抓起来！他是凶手，他在害我！顾大人，考核规矩合情合理，律例更是大齐太祖皇帝钦定。您身为太医署院士，对此判定可有异议？考题合规，律例分明，本官无异议。爹，你说什么？你不管女儿了吗？顾明远，你利用职权纵容女儿做恶事，可曾想过今日不费一兵一卒，按着朝廷规矩，我也能名正言顺地斩断你顾家在太医署的最后一条退路。娘，女儿活不成了，女儿被沈知微那个贱人给毁了！我的乖女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是沈知微，沈知微在考绩大殿上当着所有人面指责女儿医术杀人，还强行革除了女儿的1级，反了天了！一个岭南来的孤女，也敢骑在我们顾家头上拉屎拉尿！来人，把府里的家丁全给本人叫上，去太医署！沈知微，你这个没爹娘教养的野丫头，给本夫人滚出来！顾夫人，这里是太医署衙门，官家重地，您带这么多人强闯，怕是不合规矩。呸！什么规矩？我相公是这里的院士，这里就是我们顾家的地盘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在老娘面前指手画脚？滚开！沈知微，你挟私报复，故意在考绩里设陷阱害我女儿，识相的，现在就把我女儿的考绩改成甲等，把那份除名公文撕了，否则今天老娘就把这太医署砸个稀巴烂！顾夫人，大齐律法昭昭，考绩公文已落朱印，送往内廷干查，任何人不得私自更改。我管你什么大齐律法，在太医署我相公的话就是律法，你不撕是吧？好，我亲自来撕。闹吧，你们顾家的气数从今天开始就彻底到头了。小贱人，怕了吧？你一个无依无靠的野丫头，也配跟我顾家斗？
今天本夫人就替你那死去的别娘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够了，顾夫人，睁开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看这些。大齐建元3年，顾明珠误诊寿康郡主风寒之症。建元4年，顾明珠在丽嫔娘娘药案中私换名贵药材，更不用提平日当差抄错药方7次，抓错药材13次。桩桩件皆有太医署司药馆的朱印画押，这般卑劣的医德，本就不配留在大齐太医署。顾夫人，你今天擅闯太医署官署，扰乱公务，撕毁考核帐宗，甚至意图殴打朝廷命官。按大齐律法，咆哮官堂、殴打命官者，当杖责30，羁押3日。张大人，不必去请示顾院使了，直接去京兆府拿人。你敢！我相公顾明远是太医署院使，京兆府的人见了他也得客客气气，谁敢动我一下试试？永宁长公主驾到！本宫倒是想看看，在这天子脚下，大齐的京城里，究竟是谁这么大的胆子？放肆！朝廷官署依临重地，岂容你一个后宅妇人在此撒野打滚？大齐的王法在你们顾家眼里，难道就是个笑话吗？长公主殿下息怒，事实并非如此，是那沈之薇欺人太甚啊！她假公济私，当众革退臣妇女儿顾明珠的医籍，臣妇一时护女心切，这才失了分寸。护女心切，沈之薇身为新任太医署医正，按大齐律例革除其医籍，乃是秉公办理。你们顾家不思悔改，反倒带着家丁公然砸官署，殴打朝廷命官，简直是目无王法，将这妇人与顾明珠一并扭送回顾府。告诉顾明远，本宫倒想问问，他这个太医是太医院院使，究竟是怎么治家的？属下遵命。下官多谢长公主殿下今日及时赶到，为太医署主持公道。你受委屈了。今日顾家敢公然砸你的医政官署，便是对朝廷不敬，本宫绝不姑息。本宫这便入宫，为你讨回公道。皇兄，顾明远的妻子柳氏，今日光天化日之下，竟带着10几个家丁，手持木棍砸了太医署，连朝廷的考绩档案都撕得粉碎。顾明远身为太医院院使，不仅包庇女儿顾明珠屡次行医失误，其妻更是在官堂上险些动手打了新任医正沈之维。混账！朕竟不知，这太医署是成了他顾明远的私人府邸。皇兄，顾明远在京城经营多年，门生遍布太医院，或许在他们眼里，连陛下您也得高看他3分吧。他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在朕面前拿大？布置抵家不严，放纵妻女，扰乱官署，若不严惩朝廷，颜面何在？传朕旨意，院使顾明远治家不严，纵妻闹署，重则罚俸1年；其妻柳氏德行有亏，颇蛮无状，即刻褫夺体3品，告命降为庶人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太医署院使顾明远之妻柳氏，行止破蛮，擅闯官署，德行有亏，着即褫夺嫡3品，告命封号，降为平民，禁足府中3月。其女顾明珠医术不精，医德败坏，依考绩之律，革除太医署医籍。顾明远治家无方，纵妻闹事，身负阵亡，特降职留用，罚俸1年。钦此。臣顾明远叩谢圣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哼！蠢货！托付！我顾明远一世英名，全毁在你们这2个手里了！
爹，你怎么能打娘？沈之威那个贱人夺了我的一级，这都是沈之威害的！闭嘴！要不是你技不如人，沈之威怎能抓住把柄？再敢提那个名字，老子现在就打死你！给老子滚回去禁足！走快些！顾家如今出了个被夺号令的泼妇，还有个被革除一级的草包女儿，连院士顾明远都降职了。沈之威，你这是在逼我，逼得我顾家满门死无葬身之地呀！沈一正，这是下个月御药房要用的药材名册，本官想着沈一正心细，特拿来请您先过目。张大人客气了，本官不过是尽本分，名次放下吧。是，沈一正做事稳妥。如今太医署上下谁人不服？本官以后定多向沈一正请教。沈一正，顾明远那老狐狸今天告病没来，张院长这风向倒得可真够快的。如今这太医署，顾明远说话可没人听了。树倒猢狲散，顾明远靠权势笼络人心，权势一去，他什么都不是。凭什么把我关在家里？外面现在全在看我的笑话。那个贱人现在爬到了我头上，我以后还怎么见人？我的明珠啊，你受委屈了。沈之威那小贱人把我们害得这么惨，娘就是拼了这条命，也绝不放过他。老爷，你看看明珠都成什么样了？你现在还是这太医署的当家人啊，难道就眼睁睁看着那丫头骑在我们脖子上？闭嘴！你以为本官不想动她？现在长公主盯得死死的，沈之威要是现在少了一根头发，第一个掉脑袋的就是我。这口气咽不下也得咽，等风头过了，本官有的是办法让她死无全尸。沈姑娘，御药房是顾明远拉拢党囧、盘踞朝堂20年的核心动脉，你真要从这儿下手，这无异于虎口拔牙。顾明远屹立不倒，靠的就是御药生源源不绝的油水，唯有斩断这条利益链，才能彻底剥离顾明远的左膀右臂。收网的时候到了。大小姐，老奴这些年在京城暗中收集了顾家经手药材的铁证，这是御护房历年以次充厚克扣名贵药材的底单，还有顾家与各大药商私相授受的账册。每笔贪腐的直接经手人都是御药房的张院官，他是顾明远最信任的提拔亲信。没错，但这些银钱的大头，最终都悄悄转进了顾明远的私库。顾大人，这批新进的川配和人参已经按照老规矩处理好了，分账的银票昨日已送进您府上的账房。最近那个沈之妃风头正劲，手脚都给我放干净点，切莫让那丫头抓到什么把柄。本官保你坐稳这御药房院判的位置，可不是让你在沈之威面前露出马脚的。大人放心，御药房的账目全由下官一人经手，就算沈之妹来查，也绝对查不到大人您头上。成了，铁证如山，张院判和顾明远这次一个也跑不掉。顾明远，你用沈家医术换来的20年荣华富贵，该到头了。沈一正，你走路怎么没个声息？不在职房待着，来这偏库做什么？张院长，这批黄芪橙色干枯发霉，连边角料都算不上，却在您的账本上登记为特等金息。太医术拨下来的1万两白银，真就这么好拿吗？沈之威，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！本官行医30载，这药材行事还轮不到你一个刚升任的医正来指手画脚。是不是血口喷人，张大人心里最清楚。今天我来
不是跟您争辩药材好坏的，而是带您去看几样好东西。张院战，这是御药房5年来的流水底单，你经手采购的药材共计24批，共计87000两。这些银子，最后可都进了太医院掌印太医顾明远大人的口袋。这账本是假的，是有人栽赃陷害，本官从未见过这些东西。老张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替顾明远隐瞒？这里不仅有不法商贩的供词，还有你每次去钱庄提银子的印鉴画押。张院判，你应该明白顾明远的为人。若这件事情闹到圣上面前，你觉得他是会拼死保你这个经手人，还是会杀人灭口，让你当替罪羊？沈之薇，你想让我做什么？就算我招了，顾明远手段狠辣，他也不会放过我的家人。只要你把顾明远指使你的书信交出来，并在明日的百官大朝会上当众指认他，我保你家人安全出京。监守自盗，克扣军药，这太医署的御药房，竟成了他顾明远中饱私囊的无底深空。传朕旨意，着刑部会同太医院组成联合核查组，即刻查封御药房，彻查此案。任何人若敢包庇顾明远干预此案，腾同谋逆，格杀勿乱。张院判，皇上刚下了查封御药房的旨意，您这就急着出城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张大人，顾明远顾大人让在下给您带个话。只要你把所有的罪名一个人扛下来，咬死是自己一时贪心，瞒着顾大人所为，顾大人便保你家中妻儿老小一世荣华富贵。否则，顾家的手段你是知道的。转告顾大人，张某这条命是他给的，这罪张某自己扛了。大人，御药房的账目时有出入，但那都是罪臣一时贪心，私自将药材倒卖给城外药商，与旁人绝无干系。所有的银钱也都被罪臣挥霍一空了。满口胡言！据查，御药房5年内亏空药材折合白银达30万两。你一个副院判，哪来这么大的胃口，能将这30万两白银凭空吞下？这些是陈记药铺等6家药商的联合供状，他们交代的洗钱路数，最终都通过空头商铺流向了京城最大的私人钱庄，而那家钱庄的主人根本不是你。大人，罪臣招了，那30万两银子，罪臣只拿了2成，其余大大头全都送给了院士顾明远。大人，不好了！今天一早，张院判在牢里畏罪自尽了。什么？他昨日才刚指认顾明远是幕后主使，昨晚就自尽了。遗书上写了什么？遗书上，张院管将所有克扣军药、倒卖药材的罪名全都揽在自己一人身上，说是自己畏罪恐慌，绝无同谋。死无对证，这一下指认顾明远的证据就没了。好一个畏罪自尽，好一个死无对证。顾明远他当朕是3岁小儿可以随意糊弄吗？陛下，可那张院判的认罪书字迹核对无误，确实是他亲笔。此事若无铁证，再往下查，恐动摇太医署根基。拟制：张院璋贪墨属实，抄没其家产充公，念其已死，
不再株连。院使顾明远失察失职，监管不力，再罚俸1年，降职留用。朕倒要看看，他这个院使还能在这把椅子上坐多久。张院管昨日刚说要招供，昨夜就突然死在了天牢中，这里面的水深着呢。院使大人手段当真狠辣，以后咱们还是离顾明远远些，免得落得和张院管一样的下场。张院管这一死，顾明远虽侥幸保住了院使的名头，可他的左膀右臂已折。如今太医署人心惶惶，恐怕没人敢真心追随顾明远了。没了羽翼，没了爪麻，顾明远，接下来就该轮到你了。大小姐，这些证据老奴藏了整整20年，每日每夜都在盼着这一天。顾明远之所以能在京城屹立20年不倒，全靠他那神医和大炉奔生的虚伪名声。既然名声是他最在乎的立身之本，那我便在全天下人面前亲手将其砸得粉碎。陈伯，把这个交给刘太医，让他立刻送去御史堂上。记住，一定要确保安全。大小姐放心，老奴便是拼了这条命，也绝不辱命。荒谬！简直猪狗不如！顾明远背地里竟是个停妻再娶、谋害原配，甚至连行医针法都是欺师冒名偷来的卑鄙小人！此等无德无义、丧尽天良之徒，叛列我大齐朝堂院使之，更是对天下医者的莫大侮辱啊！本官受朝廷俸禄，深受圣恩，绝不容许此等败类蒙蔽圣听。今夜本官便与诸位同僚连夜草制弹劾奏折，明日早朝定在金銮殿上当堂揭露这畜生的真面目。张院干死无对证。御药房贪腐的案子，谁也别想查到老子头上。只要本官熬过这1个月的罚俸禁足，等风头一过，太医署终究还是我顾明远的天下。老爷，明珠在房里整整哭闹了3天，连饭都吃不下。你现在好歹还是个院使，赶紧给姐夫或者宫里的贵人写信，想办法给明珠在太后跟前重新谋个差事啊！闭嘴！妇人之见，老子现在被皇上降职留用，多少双眼睛正盯着顾府，你还带着家丁去砸太医署，嫌老官的乌鸦帽戴得太稳了是不是？出去，少在这里给本官添乱！陛下，臣等联名弹劾太医署院使顾明远，欺君罔上，停妻再娶，欺世盗名，纵妻行凶，其罪当诛。王爱卿，顾明远乃是朝廷命官，你这4大罪状，可有真凭实据？陛下，这是顾明远早年拜入岭南沈家门下按下的拜师手题，这是他与沈家长女沈秀禾在岭南官府落籍的婚书原件，桩桩件件，铁证如山。陛下，臣冤枉，这全是子虚乌有的污蔑。臣在岭南时一心求学，从未娶妻。这些所谓的婚书和拜师手帖，皆是政敌为了置臣于死地，故意伪造出来的赃物啊！顾明远，你当朕是瞎子吗？这上面的丝印与纸模，难道也是旁人凭空捏造出来的？陛下，定是有人买通了岭南那等偏远之地的刁民，伪造了印信。臣对陛下忠心耿耿，绝无半分欺瞒呐。陛下，微臣已将当年顾府的老仆周氏，以及当年亲眼目睹沈氏惨状的京城老街坊带到殿外，是非曲直，一问便知。带上殿来。陛下，老奴乃是顾府老仆周氏。当年顾明远停妻再娶，攀附柳家权势，沈氏夫人进京寻夫，跪在顾府门前，顾明远却为保荣华富贵，避而不见。你这刁妇，多年前因盗窃本官赶出府去，如今定是受了旁人买通，故意来此污蔑本官。老奴若有一句虚言，甘愿遭受五雷轰顶。
当年柳氏指使恶奴在顾府门前当街将沈夫人乱棍打得吐血不止，顾明远当时就躲在二门后面，全程没有出来阻拦一下。陛下，草民可以作证，当年首饰住在城南的破庙里，身上全是棒伤，没钱医治。陛下，沈秀和死的那天，天下着大雪，沈姑娘当年哭得嗓子都哑了，顾家却在大张旗鼓地办柳氏的生辰宴，这顾明远简直是个衣冠禽兽。顾明远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传朕旨意，顾明远即刻革职，没有朕的特旨，顾府上下任何人不得出入，违者格杀勿论。大人饶命，奴婢招。是顾院士，是顾明远拿奴婢儿子的性命要挟，逼奴婢给太后娘娘下毒，好嫁祸给沈医正啊！这是顾府管家给奴婢的定金，求皇上开恩啊！好一个顾明远，医者仁心，你竟敢弑君弑母！来人，传朕旨意，将顾明远这逆贼抓起来，立刻释放沈知微，宣沈知微入宫救治太后。毒素已排大半，太后娘娘无碍了。顾明远，哀家平日待他不薄，他竟敢对哀家下此毒手！老爷呢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有禁军抄家啊？完了，一定是下毒的事情败露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完了，全都完了。皇兄，顾明远窃取沈家神医之名，停妻再娶，贪墨官银，甚至下毒谋害太后，桩桩件件皆有铁证。此贼不除，天理难容。求皇兄亲自审理此案，为沈家沉冤昭雪，还天下杏林一个公道。传朕旨意，3日后，朕于金銮殿亲审顾明远，命3司官员共同批审，朝中重臣旁听，务必查个水落石出。爹，皇上要亲自审问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顾家是不是要满门抄斩了？慌什么？只要本官咬住不认，当年沈家的旧案早就没了证据，那些药渣和口供都算不得直接物证，皇上便不能轻易定我死罪。老爷，不好了！李大人和王大人不仅退了信，还把送信的人打了一顿，说往后与顾家势不两立，绝不在朝堂上替顾家说半个字。这群落井下石的畜生，平日里收了本官多少好处，如今竟然连见都不肯见我，难道天要亡我顾家？不，我还有沈知微的软肋，我绝不能认输。臣顾明远叩见陛下。臣一生悬壶济世，为朝廷鞠躬尽瘁，如今遭小人构陷，臣冤枉，求陛下做主啊！冤枉，顾明远，你停妻再娶，此为无义；下毒谋害太后，此为无忠。这罪状，你跟朕说哪一条冤枉了你？陛下，那沈秀禾不过是臣数和年少游历岭南时结识的乡野村姑，臣当年年轻识浅，被他施法蛊惑，与他从未有过3书6礼，根本算不得正式成婚。至于太后娘娘中毒，全喜刘嬷嬷那个贱婢一人投毒，臣对太后一向忠心耿耿，怎会自掘坟墓？陛下，
顾明远当年落魄岭南，入赘我沈家，成我外祖衣钵，如今却能将誓师夺谱、抛妻弃女说的这般冠冕堂皇，当真是让天下一折蒙羞。陛下，这是当年顾明远与我母亲沈秀禾在岭南立下的入赘婚书原件，其上不仅有顾明远的亲笔签名，以及当地3位乡绅的联名见证。顾明远，你入赘沈家，这血印难道也是伪造的吗？陛下，此乃顾明远当年的拜师手贴，以及沈家行医手札，2份字迹完全一致，足可证实回春13针原子沈家。陛下，这都是沈知微伪造的，他想夺臣的官位。陛下，这账册印记确属御药房官印，绝非伪造。最后，此乃截获的顾府刺客令牌与公状，顾明远买凶杀人，意图谋害朝廷命官，罪不容诛。是管家私自行事，臣毫不知情，是他怀恨在心，故意叛咬臣。毫不知情？这里还有管家与你往来的密信3封，上面的字迹，顾大人还要再抵赖吗？不是这样的，陛下，臣是冤枉的，是有人栽赃，臣冤枉啊！陛下，这拜师帖是沈知明照着臣早年的笔迹伪造的，臣毫不知情。沈知明处心积虑，就是要置臣于死地。陛下，物证可辨真伪，人证便难掩是非。臣已请来3位当年的亲历者，今日当庭对质，是非曲直，自有公断。准奏。带人证上殿。草民阿福叩见陛下。30年前，顾明远跪在沈家医馆门前求拜师，做了整整3年打杂帮工，才得以接触针法。沈老爷子手把手教他认学，草民当年亲眼所见。老朽可以作证，沈秀禾与顾明远当年在岭南是3媒6聘拜过天地的正妻。那份婚书是老朽亲眼看着顾明远按手印的。陛下，20年前顾明远刚入京时，医术极其平庸，连风寒之病都开不明白药方。直到他去了一趟岭南探亲回来，突然就会了神妙的针法。就算如此又怎样？我是他的亲生父亲，他身为女儿当堂状告生父，便是大逆不道。这般不忠不孝之人，他的话他找的人证岂能作数？生而不养，何谈为父？弃妻害母，何谈为夫？这是当年我娘的绝笔并善。顾明远，你既未尽一日为父之责，我便无半分孝你之意。今日我站在这里，告的不是生父，是欺君罔上的窃明贼，是害我沈家满门的仇人。陛下，今日臣要控诉顾明远最后一状，弑师夺书。你胡说！沈老爷子是暴病而亡，与我何干？宣证人陈伯上殿。草民陈伯叩见陛下。这是草民当年贴身保存的沈老太医晚年病症，以及当年沈老太医喝剩的药渣留样。陛下，外祖父晚年身体一向硬朗，却在顾明远贴身侍服汤药3个月后油尽灯枯而亡。刑部验尸官已验过这药渣流量，其中含有微量的慢性毒药断肠草。启奏陛下，顾明远弑师夺书之罪确凿无疑。顾明远，你为了盗取完整的回春13针毡法，不惜对视你如人子的授业老师痛下杀手，
事后你窃走占法残卷，抛妻弃女入京攀附权贵。不可能！这药渣当年明明被本官烧了，怎么会还在？不可能！陛下，顾明远停妻再娶，贪腐中饱，誓师夺书，下毒弑君之罪，请陛下圣裁。顾明远，你品行卑劣，心术不正，欺君罔上20余年，窃术盗名，苛待原配，贪墨官银，构陷忠良，如今甚至胆敢下毒谋害太后，你将朝廷律法置于何待？传朕旨意，将逆贼顾明远即刻革去所有官职功名，押入天牢严加看管，待三司会同拟定最终判决，再行发落。沈知微，沈知微，你这个逆女，你不得好死！外祖父、娘亲，你们看到了吗？顾明远伏法，沈家20年的冤屈与污名，终于在今日彻底洗血了。大小姐，老奴就知道您能做到。老爷、夫人，你们在天之灵看见了吗？大小姐替沈家报仇了。陈伯，我们回家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顾明远犯欺君、窃名、贪墨、构陷、谋逆数罪，念其早年行医微功，改判斩监后，终身监禁，欲赦不赦，抄没全部家产充公。顾柳氏德行有亏，褫夺诰命，贬为庶民，流放3000里，永世不得回京。顾明珠医德败坏，贬为庶民，永世不得踏入杏林半步。不，我是京城第一才女，我不要流放！沈知微，你这个贱人，你害惨了我！顾大院士，圣旨下了，你死罪免了，不过要在这一辈子坐穿牢底，预少不孝，慢慢享用吧。欺世盗名的伪君子，往后就在这死牢里慢慢忏悔你的罪过吧。终生监禁，欲赦不赦，本官经营了一辈子，到头来竟落得这般下场。富贵、名声都没了，全都化为泡影了。你沈家赢了！沈氏沈敬之医术济世，不该蒙尘。传朕旨意，昭告天下，追封沈敬之为相陵仙邪，御赐仁心正宗金字牌匾，正式确认沈知微为回春13针唯一正统传人，归还沈家全部医术名誉。外祖父、娘亲，20年沉冤，一朝昭雪。知微终于守住了沈家医术，可以告慰你们在天之灵了。大小姐，老爷和夫人若看见今日，定会为您骄傲的。知微，本宫来迟了，岭南沈家的名声彻底清白了。如今京城中，大家都知道回春13针出自沈家，而非他顾家。沈姑娘医德高尚，我等诚心求学，愿拜入沈家门下，学习正统针法与医术。沈家医术本就是为了悬壶济世，只要品行端正，沈家大门随时为诸位敞开。沈知微，此次你救治太后有功，又替朝廷铲除了顾明远这等巨奴，朕已擢升你为太医署院士，执掌整个太医院，你意下如何？臣叩谢陛下圣恩，然臣斗胆，求陛下收回成命。哦，执掌太医署是多少医者梦寐以求的荣耀，你为何推辞？臣志不在高位，亦不想被繁杂俗务缠身，臣只想专心钻研医术，悬壶济世。若任院士，恐难两全。你倒是看得透彻。
那依你之看，朕该如何封赏你？臣恳请陛下赐臣太医署机事之职。臣不求权势，只求专司整治医署规矩，完善医官考核制度，监管药材检验。臣要杜绝这天下再出现第二名道术庸医害人之辈。好一个沈之威，亲封你为正三品太医署监事，掌监察之权，可直接向朕奏事。下官等参见审机事，由审机事坐镇太医署，真乃我大庆杏林之幸。太医署拨云见日，指日可待。这是新讲修订的太医署药材核验细则与医官考绩新规，从今日起，药材采购与医官晋升，若有半点差池，一律严惩不贷。审计事严明。如今新规一出，太医署上下风气清正，再无人敢浑水摸鱼了。这只是第一步。整顿完内务，我还要去城南办一件大事。街坊邻里们，圣上御赐仁心正宗牌匾，沈家医馆今日正式重开，凡穷苦百姓看病一律不收诊费，贫病交加者药材全免。沈神医真是大菩萨呀，我们往后看病有指望了。沈先生，学生想请问，入沈家医谱有何考核门槛？唯我一条不断铁律：入蜀先学医德，再学医术。若有心术不正、追名戮利之徒，我定当亲手逐出门墙。多谢小大夫，喝了您开的方子，我这风湿老毛病好多了。大叔客气了，这药方是我师父亲自调整的，您回去按时温服，切记不可贪凉。医者，仁心也，无欲无求，先发大慈恻隐之心，誓愿普救寒灵之苦。外祖父、娘亲，你们看，这天下再也没有欺世盗名之辈能抹黑沈家。知微没有困在仇恨里，知微带着沈家的医术，走上了更宽、更远的路。大小姐，起风了，咱们进屋吧。弟子们还等着用您教的13针法呢。好，陈伯，咱们进屋。